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美味曲奇趣多多，巧克力味豆多多。感谢我们的职场搭子趣多多赞助播出。华为全新旗舰平板电脑 MatePad Pro 5G 强光炫光，轻松大手笔。智能电混4驱，无惧雨雪湿滑。本节目由领克101MP 指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业做扫描3亿人都在用，职场必备神器扫描全能王赞助播出。观众朋友们，请看大屏幕。新任务发布了。这次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SMG 东方卫视会全程参与报道，4个小时的直播板块交给你们。这就是实战。是否会有可以接受我们采访的人？这样你们自己去找，所有的都是你们自己来准备。毫无头绪，没有太多想法，太难了，完全是一场实战。直播难度太大了，玩真的。哇，7万屏，好多人啊！先看 H3，走吧。所有人都没有学生。开场和结束，我们还是设计一个落点。我们是那个苍总推荐过来的，陈总推荐过来的，李总推荐过来的，连总推荐过来的。7总下天山，我姐是人脉王。所有人把你们的弦拎起来，这是一场正式的直播，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新闻工作。你们说的每一个字，你们下的每一个观点，都会被无限放大。哦天哪！欢迎来到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我是看看新闻的体验官子泰。大家好，我是看看新闻的体验官魏魏。我特别关心我的酒到底调好没有，而且我的爆米花我也很想吃，非常好吃，非常好吃。为什么不给我拿一个勺子？就活人感极强。大家可以看到，右边的这个机器我还会倒立，还会转圈圈。这个位置真好。看看这个已经赢了，真牛真牛，点赞。看看新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看看新闻体验官张世文，我是看看新闻体验官庞征，欢迎大家来看看我们背后是一个什么神奇的东西。机器人，其实，在刚刚1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能已经了解到了很多形态各异的机器人运用在医疗、康复、工业生产的各个方面。我们接下来要大家看的这些机器人，其实跟我们生活会更加贴近。是的，你想，一天有24个小时，生活里有工业各种各样不同的场景，我们要看，如果这一天的24个小时，机器人陪我们过，到底可以怎么过？哎，思维展现的这直播这一面是。还挺亲切，挺自然的哈。是的，这就专业，专业可以随时根据需求调整状态。对，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有请一下我们的贾敏老师，给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他们开场选的点位也好，就是后边有个机器人就在动。对呀，就是很好啊。就上来这种展示感就很强，一下就知道我在哪儿在干嘛，迅速进入情况，精心挑选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区域主要是凸显什么？我们这个整个区域会展示我们总共的这个大脑、小脑、机器人本体还有数据。这种叫 VR 的摇操数据采集，来给我们大脑进行一些输入训练，让我们的大脑更加智能。让我们的大脑更加智能，所以它相当于是整个人体的一个大脑的部分。大脑的输入。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可以看一下其他？看一下小脑第2个方向。好，那请摄像机老师来到我们的。请我们的机尾来到前面正方，我们一步一步的去找这个小脑的位置。诗文肯定就是外拍做的多，所以他就比较有引导镜头意识。你看他们的镜头其实是配合的很好的。看一下这个机器人。哇，我发现它在摇晃。对，它是一个 S 型的压弯，一个极限的一个全身的平衡的动作。对，但是我看它下面其实摇的这个。动作幅度还挺大的，非常大，但是上面这杯咖啡还是稳稳的，不动。对，所以小脑其实是控制整个人的一个身体的平衡的。我发现它在进行一些 S 弯，然后包括一些这种物品的端拿的时候，其实可以保持整体的平衡。对，它是有一些运控的算法控制方面的一些核心的技术在里边。这个收这么好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就这些方面的经验，庞征肯定是多的，他做过很多这样的出镜。这是专业，对，可以等一下听这位老师的指令。好，机器人听令，给我送咖啡。
哦，还有互动哦！真是千军万马只在你的一声口令当中，有一种指挥机器人的感觉哦。您刚才告诉我们说有大脑、有小脑，还有很多生活场景里的其他应用。是的，是的。带我们去打开一下生活里的更多种可能性。看一下生活场景，来看一看。哇，叠衣服哦。哦，你看这个机器人，它没有眼睛，它怎么知道红色的、蓝色的和绿色的衣服我抓成了一大团儿？你怎么知道它不是一件呢？其实是有眼睛的。哦，来，我们来看一下机器人的眼睛。对，在上面。是在这里是吗？嗯，对。感觉老师可以给一个小小的特写。头部的眼睛。头部的眼睛。手上其实也有眼睛。手上还有眼睛。对。哦，这个拍到了。感觉这个展位的内容也比旁边那个好。不光是好，就是我觉得他们能发现一些东西，比如说眼睛在哪儿，把这个他们体验感更强。哦。那现在其实我们相当于已经有大脑、有小脑控制平衡，还有眼睛，还有这个精密的机器帮我们进行操作。还有一个场馆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综合了大脑、小脑，还有这个机器人整体的一个效果。等一下我们可以，大家有没有渴了？他去干嘛了？哎，唐真撤了。他要去下一个点位准备了。这边，这边。国地，国地。这边，这边。国地，国地啊，在这儿，差点晕了，怎么过呢？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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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杨老师您好，待会儿您在这儿，我到这边来找你可以吗？哦，对，您就在这儿，待会儿在这儿来找您。好，谢谢。好。他估计准备了很多个展台。他去沟通下一个地方了。嗯，对他们没有现场导演，只能自己2个人分头。点一杯饮料，机器人来帮你拿。您说喝哪一个吧？喝哪一个？点击了确认下单。哎，好，下单成功。你看看机器人在做什么就知道了。对，他现在是我们的一个服务生，一个助手。嗯，好。哎呀，有点渴了，机器人怎么还没有给我送饮料？对。我们现在可能机器人刚才这个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哦，我们机器人还在充电。对，在充电，它也累了，刚才人太多。哦，看来机器和人一样，营业的时间很长，也需要充电。对，过5分钟就满血复活。突发了，突发了，电量没电了，电了。因为这5分钟是计划外的，他到底是等那5分钟呢，还是等到下一个展台？肯定下一个呀。它是可以有触觉的吗？那我能不能去尝试一下？这可不可以稍微摸一下？这是没问题的。握握手。握手。哎，它会对我有一个回弹的力。对，是这样的。我在跟它握手的时候会发现，它这块其实是有触感的。有触感。对，它是有力觉，有摩擦力和粗糙的。对。这样它拿东西应该就不会往下掉。对，拿得够稳，拿鸡蛋、拿豆腐都可以拿。你看，触觉、视觉。对。对，你看他们现在利用这个时间去跟机器人握握手，了解一下各个部位。哎，这种就很好。抓到东西，讲细节。哎，可以在那化解的还挺好的。圆回来了，5分钟之后满血复活。那您说这个拿鸡蛋、拿豆腐都可以拿？对。他应该是休息完了。好，我们再重新点一杯。对，因为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他也在学走路、学跑步。这个机器人的智商应该在幼儿园的水平。幼儿园的水平。对，我们再把它往小学、初中、高中一步一步在学习、在迭代。我们需要等着它的技术一点一点升级，等着各种技术拼合完成。就像我们要学不同的科目，那在我们漫长的等待过后，我们也会迎来技术迸发和闪光的时刻。比如，我们来看。很稳的，真拿出来了。好，那我就迎接机器人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哎呦，措辞真好，真的说得好。让我们来跟机器人一起干个杯。谢谢。谢谢。那也感谢老师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分享。我们接下来可能要去探索机器人的更多种可能性。好的。好的，我觉得诗文还是确实很强的。就是太让人放心和踏实的感觉。刚刚老师给我们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就是等待一个行业的发展成熟和完善，跟等待一个人的成长其实是一样的。我等待它这短短5分钟的过程，可能在行业的发展史中已经走了很久很久。
可能有一天我们再回到家，面对忙忙叨叨、乱乱的屋子的时候，我们可以让机器人助手帮我们一起收拾房间。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多挤出时间来跟爸爸妈妈、跟自己的孩子聊聊天，让机器人去承担一些繁复的工作，而让人去更好的成为人本身。也许这是机器人给我们带来的一种非常温暖的面向未来的想象。他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互动。对，他有这个镜头感，引导镜头。刚才总结的那一长串也是很言之有物哎。这段真的很加分哎。当然了，太专业了，太专业了，哎，太强了。Hello， 庞征，哎 ，Hello， 我刚刚悄悄的跑到这儿，我先来拍照来了。你来拍照了？对，因为其实每一个人来了这个展，肯定都想留下一些人生照片啊。所以其实在我边上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呢，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它能拍照。老师也能不能跟我们来体验一下，行不行？那我已经准备好了。好的。啊，它的摄像头其实在它手部的位置。是的。哇，真棒，真棒！就这部分就变成他一个人了，刚才相当于诗文一个人。然后我们的照片就在大屏上，直接传到了大屏上。这就是一张青龙和我的合影。对，没错。那这张合影我有没有办法可以保留下来？可以的，您只需要碰一下这个 NFC 的标签。对，然后可以看到它这里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刚刚我拍下来的照片，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边的打卡点。好，谢谢老师。就他们想到了一个营销方案，我在 Wake 大会上怎么出圈，有很多互动感、体验感。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到这边的一个模拟展台。杨老师您好。你好。我们现在其实通过画面可以看到，这些机器人他们已经换上了工人的衣服，而且他们也在抓取就是形态各异以及不同部位的一些零部件。现在这些机器人有没有具体的应用落地？那我们希望把这个好的技术应用到我们现在目前来讲，就是未来可能产生的一些劳动力紧缺的一些环境里面当中。好，那现在机器人都已经开始工作了，都已经进入到工厂里面开始生产生活的步骤了。那我们的工作怎么办呢？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吗？哎呦，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哎呀，总算我等了好久。机器人替人进工厂，不是我们目前最急迫的，反而是这些危险的工作。所以相对应的让机器人去帮助去辅助。是的。好，我刚刚其实发现啊，在之前有很多的像机器狗啊，或者形态没有那么类似于人类的，那我们做成人形机器人的目的或者说这个用意是什么？现在我们配套的基础设施设备都是对人这个所以我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还可能要用人这样的躯体来操作这些设备。那人这个躯体就具备很高的泛用性。明白了都是很关键的问题啊。问的问题都挺好的，他们这组问的问题比上一组问的好。对，这是专业的。什么叫断层的墙？大部分普通人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水词儿啊，会有一些这个，他们这都没有。那么在未来生产和生活的过程当中，它其实会根据我们的需要、人的需要，还是最终为人所用、为人服务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到下一个展区喽。哎，您好，我们是刚才联系的那个东方电视台，想过来采访，想问一下有没有刚才联系过的老师？你好，我们是东方卫视看看新闻的，想等会儿可能在这边会做一个简单的新闻直播，想问一下小朋友在这儿操作玩的时候，可以采访一下他看法吗？那么在娱乐和情感的支撑部分呢，我们今天也是来到了智源的这个展厅，在这个展厅里面，我们会有非常多的一些互动和体验的环节，而且如果你玩累了，这边还会有我们的一个百事可乐的一个品牌，然后大家完成之后可以在这边领取可乐。这是他们故意选的吗？这真的是一点都不违和，毫不违和。还有植入，这么棒，太猛了，就没办法扣分了，这把太厉害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跟着镜头一起去寻找我们的诗文。诗文，找了你好久，是不是偷喝百事可乐了？因为我去偷偷的给你准备了一个小惊喜，你看，哦，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未来挑战官的挑战卡。哦，想看一下刚才我参加了哪些体验吗？来，走，咱们来这儿，那我就把话筒交给你，带大家去看一下。好的，来了。哎呦！他们俩玩起来了，可以的。我的天，太厉害了！我的天！
就他们俩的分配就是一个人负责一个展位，然后另外一个人去下一个地方沟通，挺好的，挺好的。这样沟通就可以很充分。也是因为他俩个人的能力足够强，我一个撑得下来，我一个人撑得下来，我不需要人帮衬。那我来试一试，看看我们机器人是怎么反应的。请更换电池，请更换电池。试问这什么运道啊？又是没电了，又没电。看起来这个机器人已经玩累了，没事儿，我们来跟下一个机器人一起玩。玩累了。说得好，说得好。哦，我们看，刚刚是你赢了还是他赢了？我赢了。你赢了，哎，来送给你一个，祝你以后赢更多轮。采访小朋友也很好，哎呦，太加分了，真是，这赞不绝口呀，大家都。来，让我们继续找一找。你谁在不记得？哎，对，杭州在干什么呢？我上班时间偷偷溜号出来打麻将了。打麻将？哦，他已经开始打了。虽然在这儿打的是麻将，但其实向大家展现的是一个既能做灵巧操作，又能做长程任务，未来去替人工作的能力。好嘞，谢谢 Everett 老师，也打扰了我们的媒体老师了啊！你们这桌麻将继续，谢谢谢谢。哎，老师你好，我们是动物卫视的，是哪一台会稍微好用一点？这台可以啊。他已经有阴影了。有很多的小伙伴已经在给我们发起弹幕的评论了啊！大家说这个摄像老师果然是我们观众的点 T。其实我们今天呢，不仅是大家的点 T， 哦，还给观众互动。哎呦，还有互动。这个原来的直播经验都用上了。我的天呀，这怎么办？这怎么办呀？哇，太牛了！还要开始看评论了。他们这组表情的管理也非常好，而且基本上没有背对过摄像大哥。哎，你又发现什么好东西了？让我先唱首歌，我会让它复活。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展位，就让一位我们耳熟能详的大文豪复活了。苏东坡啊，他人工智能大会作诗了。你别说，这个作诗还真的有一点点东坡的诗意。我觉得他们选这个展台，选的这几个展台都很好，就是它有不同的代表性，对吧？刚才是那些娱乐的、具身的，然后到了这儿讲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对。24小时是一个时间的概念，那么我们身处不同的方位是一个空间的概念。有了这种的数字人智能体之后，我们可以真正意义上打破时间跟空间之间的界限，都在我们的生活中自由的穿插嵌套。就这个24小时是一个很好的线。现在生活当中，我们已经有应用的视频通话的软件，那它和这些已经应用的软件有什么差别？没错，就是他们懂得去问，不是单纯的你介绍什么就是什么。好，那这个现在它已经在落地正式售卖了吗？关键是知道观众关心什么。对，问的东西也比较到位，又具体又多，这就是表达效率，还能扣得住。对，每一趴3到4个问题都已经构思好、蕊好了，来了就要答案，要了就下一个。你看，同样1个小时，这1个小时就含量高高的。AI 其实已经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那接下来我们也把我们的老搭档，把我们诗文请回来。被你抓到了屏幕里面，又被你抓到了。然后今天我们其实带大家是逛了我们一个 H3的机器人场馆区域。如果说屏幕之前的观众朋友们、看看新闻的用户朋友们，你们还有一些什么没有看得到的，或者说非常感兴趣的，可以随时打在我们的弹幕上。现在别上了，那就要收尾了。那么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可以把我们思维的触角从一天的24个小时，从这一条时间线延伸到空间线。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行业展馆，看24个小时里人工智能都在扮演着怎样的作用？可以。不会剩15分钟就结束了吧？哇，要尬聊15分钟可不行啊！没有，他刚才说要拓展到空间线嘛，估计会换一家了。他们说刚才是时间维度，现在扩展到空间维度去看别的东西。现在在走。没有，他在介绍他们是要看下一个展馆了。是吗？换一家，他说行业展馆。那么其实我们的搭档呢，也还在 H1和 H2展馆来等待大家。在 H1和 H2展馆，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想要去了解的互动问题，也可以随时打在公屏上。哦，真要找下一个了，少15分钟啊！哦，啊，那差的有点多啊。你看旁边像 Rocket 那些都可以看，很好看啊，都是一些非常有展示性的。我觉得他们后面还是有馆的。
我觉得没了，我觉得没了。在我们的日常的工作中，它也可以用这一套模式把它移植到工业上。这样来看的话，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展馆真的是浓缩了很多场景，很多不同的触觉的精华。然后我们要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您来到了现场之后，这个7万平方的展馆到底要如何逛？走慢，快到了。机器人这个领域啊，非常的感兴趣。随机抓2个嘛，哎呦，采访2个路人呗。整个2楼的平台这一层，所有的这些展品几乎都是和机器人相关的，是以机器人为主题的。他们这种说话的方式，明显就是在结束了。有点遗憾哈，不然真的很完美。对啊，不然真的很完美。我们等看完这个，还不死心。不是我，因为我刚才听他说好像类似，我听到了，时间到空间没听到了，但是他们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电梯一起去到我们的1楼的展馆。我们的镜头稍微小心啊，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来下这个电梯。让镜头来一个乾坤大挪移，我们一起来下电梯。哇，真的要聊10几分钟啊？那15分钟不行的。哦，但他们已经离开 H3了，已经离开 H3 了，已经离开 H3了。然后其实整个场馆里的人流量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大家如果要过来进行参观的话呢，一定要合理的规划一下大家的一个参观的时间的行程，包括不同的场馆之间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游览路线啊？这个时间计时也是很重要的，大概预留多少你要给到他。呀！他们前面节奏太快了，对，太顺了，过于依赖已有框架，这个压力大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去到我们的 H1和 H2的展馆了。这部分的内容呢，和我们刚刚这2个小时直播过程当中有关机器人的部分，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我们接下来的这组同事会在我们的一个 H2的展馆为大家来进行介绍。缺了大概最起码得有，我觉得10分钟。10分钟是有的。哎呀，缺时间啊！这得讲什么呢？10分钟啊！大家可以来到这个展馆，然后去了解到在生活当中具体的一些应用。然后在这个环节里面呢，它也有很多的一些体验的环节啊，我们可以跟着镜头先一起进入到我们的展馆里。但是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第1层楼之后，您可以先去服务台领取一张我们整个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一本小图册。在图册里面呢，包括地图，包括一些展区的信息，展区的距离。如果从比赛规则来讲，从选组规则来，他们已经侵入到别人的领地了。现在，但是有一点呢，庞志还是挺厉害的。对啊，这又把中国入使用手册，然后小的看馆建议 tips 就说明他之前准备的信息量是足够大的。好，那我们刚刚其实，在 H2展馆也看到了现场，其实人非常多啊。然后包括每一个展馆呢，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展商的介绍。所以如果说大家诗文已经有点紧张了，能看出来。有更加深的一个。前面真的很好，主题也有，主线也有，然后选择的几个点位也都很到位。碰到意外情况处理的方式也很好，结果没想到他们把小的意外都弥补掉，漏了一个最大的意外，没想到。就是因为前面都没有意外，对，所以把他们留给意外的时间全堆到最后了。查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寻找一下我们下一组的小伙伴了。你还记得刚刚他们说他们要在哪里等待我们吗？我记得这个路线我们好像是要一直来往前走。对。你们现在 H3是吗？就是有这样一个情况，我们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开始的动线，出了点意外。你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叫杨浦科创集团，它那个地方离大门口会更近一点。杨浦科创，换一家展馆。我看到了，在这儿。对 H2，然后我让那个王玉过去接你们。我们不跟你们走了，因为我们只剩20分钟时间，我们必须要再走一遍动线。但我知道杨浦科创 H2-1那个门进去第1个展位就是你们，对不对？对。OK， 没问题。哎呀，但走错门了。好，那我们诗文去找一下我们的小伙伴，我继续带大家介绍一下。我来寻找一下我们的小伙伴，然后再跟我们屏幕前的所有的看看新闻的用户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啊。因为刚刚呢，还是有很多朋友对我们今天的这场直播比较的感兴趣。这是一场关于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王玉，
我觉得他们要准备过来了，咱们去那边准备一下。可以。他们已经要过来了，我去穿衣服，你注意一下他们。那现在呢，我们还在苦苦寻觅啊我们的下一组同事，但是没有问题，因为无论他们身在何方，待会儿呢都会详细的、精准的帮大家去做一个现场的介绍。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场馆的1楼，这里面确实很大，到现在还没找到。一个是 HR 区域。哎呦，新问题出现了，3分钟如果找不着人，怎么能把镜头引过去啊？哎呀，替他们捏把汗呀！快，还有2分钟啊！现在直播还有2分钟就开始了。OK， 你要直接从这儿开始。对。好。如果说您没有来得及来到现场，又或者因为太忙太懒，无论何种原因，今天我们的线上直播呢，想要以一种云直播的方式带大家来线下探秘。庞征太厉害了，还在。庞征已经要把别人的场介绍一半了。去逛到您想要直接去看到的一些地方。我们今天的直播呢，一共会分为4个小时的时间。诗文。我觉得他们2个不应该犯这种错误啊！对啊，他们2个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最后那一发拖大了，没有去实地走这个路线。在现场来和大家一起去分享、去寻找、去探索 AI 和人的关系是什么。或者比如说第3组跟他们说过我们在哪个展位，但是他们并不了解 HR 馆的情况。大家想一想，在我们的汉语拼音里面 ，AI 就是爱的发音，所以归根结底，它还是要为人所用、为人服务的。而且在今天刚刚的探馆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发现 AI 它不再是离我们非常遥远的那些遥不可及的数据、代码，或者说一些非常晦涩难懂的专业名词和模型，它反而变成了交接时间都过了，发生什么事了？不是他们没有确定的接头地点吗？总有联系方式可以找得到吧？你们跟他们确认好的哈？对，确认好在这边。主要看你的需求是什么，它就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馈。过了1分半了。再来看一下大家的弹幕评论啊，因为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是实施的和大家来进行这场直播的分享。但是唯一的就是你看，庞征始终表情是很淡定的，对，就没有什么变化，表情管理还是很好。他真厉害，一直在说没停过。庞征真的。人还没来是吗？对。王玉，这个时候你应该去找他。我去找。你把他们带过来。和我们的东方卫视，我们共同为大家去精心准备的看景在哪？在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场来送给大家。所以，如果您现在是我们看看新闻的用户，也正在观看我们的现场直播，赶紧来到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北电数智以及国家电网，还有全域 AI 的这样的一个中心的集合区域，在一个十字交叉路口。如果您现在正在看我们的直播，赶紧来。现在已经超时了哎，还没找着他们。不，你们相互找是找不到的，实时定位呢开一个。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来到现场去亲眼的观看。那今天现场直播，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方式。找到了。我们接下来带着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同事到底在哪里啊？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把镜头交接给我们的下一组同事了。现在应该是找到了。应该是找到了。让大家虽然身在线下，但同样能感受到我们今天这场盛会有多么的热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准备把镜头交接给我们今天的下一组。庞征已经迫不及待了。是了。要给下一个已经说了4、5遍了。我们通过镜头已经发现，我们的看看体验官今天好像变化了一种身份和状态，他正在干什么呢？我先来采访一下。你好，你好，请问你叫？你好，我是仿生机器人瑜伽。终于找到，是不是像机器人一样？可以。请你帮我别麦帮你把麦别好。那接下来的舞台，你能够一个人去独立的完成吗？别麦，太可爱了。挺好的。没问题。看来他
他已经用行动回复了我。那我们接下来把镜头交给我们的同事，看看体验官雨佳。大家好，欢迎来到2025。救命！我腿都软了。你知道我当时，我找也找不到你，我找也找不到他，我真的快急鼠了。我一直在里面，我把我所有能说的话全都说了，腿都软了，你知道吗？找不着人。没事儿，但我们完成了。太辛苦了。没有，我们没有找到他们的位置，这是我的失误。我们应该跟他过一遍，但当时来不及，真的来不及了。那个，而且他那个大的名字跟小的名字写的不是同一个名字，我刚才顺着过来找了好久。所以下次我们还是要留更充足的时间来过这个。我感觉至少咱们要把这个路线走一遍。好，我们回那个我们的终点拿东西吧，然后去复盘一下。哎呦，我的庞征哦，庞征还挺厉害的，20分钟啊，真厉害。踩点的重要性啊，这里面确实很大，难为你了，庞征同学，真的难为你了。这15分钟撑下来不容易，就是还是很有观众意识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是由于别人的工作失误造成，他现在来救场，他做得很出色。但问题是，这个失误是你们俩自己造成的。唉，嗨，没有给我们看后两组啊。总之，我觉得比我预期的好。好太多了，确实。第一组就已经就太棒了，第一组完全没有想到。太棒了，第一组太棒了。尤其是我们之前最担心的子泰，他怎么那么让人喜欢呢？他那个小屏直播，他那个状态就是招人喜欢。对，他松弛自然。就是眼替、嘴替、口替，就什么都帮你都感受到了。然后林蔚呢，虽然一开始的时候还有点刻意哈，引出嘉宾的时候，但是后半小时渐入佳境。但林蔚的人脉真的是太厉害了，他整个的无论是在现场的人际沟通，还是他之前强大的人脉，这个事情都是非常让人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有点东西。特别是他找到那个机位拍那个拳击赛的时候，这个机位一出来，基本就无敌了已经。我有点不理解这个人脉上有没有什么小技巧，就能够去积淀。我觉得林蔚在这个方面好像在超越了所有人几个 level。你们平时在那种日常生活中有没有那种人脉时刻？俊林，你有什么可以就是给大家分享吗？就尤其是很多时候前辈啊或者大咖相处的时候。就之前录那个节目，就和很多前辈老师在一起去旅游嘛，然后像倪萍老师，对，现在我叫她叫大姨。所以二姨呢？二姨是蔡明老师。那三姨呢？没有，小姨是小冉姐。全部都能处成亲戚。那你娱乐圈半壁江山搞定了呀？不。因为他们是很大的前辈嘛，但是我其实跟他们相处的话，我会跟您平等的去交流，但是我愿意去帮助你，因为可能在这趟旅程当中，我可能需要去承担更多的像体力上的一些责任，那么我是非常愿意去帮助他们的。我觉得这也是一天赋，就他跟大家都处成大姨、二姨、三姨，我就非常信，因为他真的跟所有人都是像自家亲戚一样相处。所以真的是一种能力，这种展露真诚，在这个时代也是一种能力。真诚是必杀技。子琪呢？子琪有没有什么社交技巧可以跟我们分享？如果说是我想教的，然后长辈的话，我会保持的是一个，就是敬而不畏，平等的交流，然后向你学习的一个状态。敬而不畏，说多好呀，不卑不亢，这也很难的。对，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非常。因为我这一次我跟志胜，我们和许昕哥，成为朋友之后，他跟我说，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能跟你快速成为朋友？他说你从来没把我当世界冠军，他也没把咱俩当人呀。今天早晨7、8点钟就还要起床。我觉得就是也不要就是说为了社交而去过度的把自己变形，就是因为人的那个能量是有限的嘛，所以我是觉得你的性格也在帮你筛选一些朋友，
所以我是觉得找到合适的那个磁场相同的朋友就行，就不用跟每个人都做朋友。OK， 这是刚才我们是提到了日常生活中我们的一些人脉的小技巧、小过程。那如果我们现在再回头想想刚才庞征和诗文这一组的表现，全林老师您该怎么总结呢？叫敢变化，前面太完美了，对吧？然后小的应变也很好，就比如说刚要跟这机器人互动，发现机器人没电了。但此处有一个大 bug， 缺15分钟，现抓呀，抓到篮里也是菜呀。勇敢上去聊啊，因为你就是带着大家看展会嘛，但是怕就不敢打破自己之前那个设计，其实留下了一个更长的，念念弹幕啊，做一下这个互动啊，然后上下走动一下，那也很尬嘛。是的，其实他们俩从能力上来讲，然后从那种性格上来讲，我觉得都是没问题。是什么绑住了他们？完美主义啊。好像他们的计划感会特别强，要跟他俩出去旅游能累死。不在计划之外，先放一边儿。就你刚才提到的 J 人，但当2个 J 人遇到一起的时候，就我刚才说少一点灵动，就一点意外都不敢去包容。季胜，你应该是这种拥抱未知、拥抱变化的。对，我没法给自己做计划。你是 P 人，纯 P 人，我就是属于那种随性的，然后就去。就是未知的越多越好。一规划不知道走哪儿抓，但是一临场就觉得，哎，我好像又有想法了。对。然后看别人做好攻略之后，我看别人做好的时候就啊，但是我又不知道该干嘛。对，2个 P 人的灵魂共鸣，3个 P 人，甚至不知道自己会有什么表现。你问我到时候要说什么，不知道。不知道。一上台，我真不知道，一上台咔就来了。我跟公兰哥去旅游，他就是勾人，然后9点半的。高铁，我9点40醒的。他给我发信息说你在哪儿呢？他说我旁边没人呀。你要跟我出去旅游，7点我已经安排你在温泉集合了，早上7点。我现在有计划了，我的计划就是不跟全林老师一块旅游。俊林是什么人？我好像是 J 人，我们这个组合太棒了，完美平衡。我们3个 J 人啊，但是我有些时候又不爱做计划，那你勾的不彻底，是吗？我之前就是刚结束一个香港活动，那天正好有1天的时间预留出来，然后我也就是没什么计划，但是我下午3点才醒，然后呢，我下午4点去吃了一个茶餐厅。5点多到了中环，然后6点去了港大，7点去了维港，9点去太平山，太可怕了你！就一天把好像香港该逛的景点全部都逛完了，这个算勾还是线？只要你那句话叫“该逛的景点”出现在 P 人的世界里，没有该逛的景点，没有该，走到哪都是景点。原来我这么接啊，原来。所以这其实背后折射出我们对待那种突发情况的态度的不同。我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央视实习，我的老师就跟我说直播的时候最担心的3件事，叫做孩子、动物、机器人。就直播，如果你要互动，孩子、动物和机器人一旦进入镜头，你要做好充分不可控的准备。所以我看到他们当时选了孩子互动，选了机器人互动，提了一口气。但是诗文太棒了，太棒了，对他们才15分钟太完美了，双勾，双勾。对，这是刚才我们对这2组的简单的一个回顾和我们自己人生相关经历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也来看一看后2组表现怎么样。而且，我很期待玉哥到底要带什么嘉宾来。你这个伏笔一直埋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到底去干什么了。我倒要看看这1000块钱到底花哪儿了。我就要看他花哪儿了。来，我们看下载 VCR。大家好，欢迎来到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哎呀，帅！但我不是仿生机器人，我是林雨佳，我是看看新闻的体验官林雨佳，欢迎大家。那刚刚我的朋友们肯定在大家，他们还是有创意啊，很全能，演绎演得很像。15分钟等这一个开场值。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朋友、我的同事给我布置了一个小任务。没错，上班人就是这样，都是带着任务来的。啊，我去拿一下我的任务。好，大家请看啊，本着不打无准备的仗这个观点，我就准备了这3个部分。在这个场馆内，我们将通过对基建类、
制造类和服务类3类不同行业的探馆体验，来大家沉浸式的观展。这是他们的一条线。对。那有一点是聪明的，就是我一上来先把我的这个结构打成一张纸，这个我有点意外，因为好像很少有记者真的会去这么做。我有一个任务清单。你可以感受一下，如果说你现在开始弯腰搬运的时候，你的腰背部是不会参与到发力的。你可以试一下，就是先蹲腿，然后假装做一个搬运的动作。我试试啊，先蹲。哎呀，感觉对，因为你手上没有重物，感觉它把我一下提溜起来了。哎，我给侧面给大家展示一下啊，看我先弯腰，然后骑。把它盘起来了。这个体验很深度，就比较好玩，就我完全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我也很想看一看。可看性很强。瑜伽的这个风格去做那个生活类的那个场馆多好啊！太自然了。哎呀，骑狗吗？骑狗。我有一种对，其实有种4轮车的感觉。哎，但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坐没坐过那个摇摇车，就是它会在广场里面到处游。就我觉得做的这个体感其实有点像摇摇车。我特别想去骑这个狗，感谢你带我骑了一次。就还是有亮点，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骑机器狗。对，我特别想骑，你知道吗？我特别想骑狗，我就想知道这狗到底能不能骑。我们负载可以达到100千克的。100千克。对，200斤。哦，确实啊，抬不了。好的，那像这个领域的，就这个机器狗，它和其他的机器狗，除了负载方面的一个承重，还有什么其他的方面的一些优势呢？其实我们这个呢，第一呢，它的刚才说的负载很大，第二个它的拉力也很强，它可以拉得动一个2.5吨的汽车。2.5吨的汽车。对，我是看到玉哥在举牌子吗？玉哥应该就是编导控场啊。那非常感谢您刚刚跟我们的讲解啊，就整个的过程体验下来，真的体验感非常强。好，谢谢。非常感谢您，感谢您，谢谢谢。那我们也体验来看看我们的任务表啊，我们的任务表上面有3类：基建类、制造类和服务类。这个服务类，我相信大家肯定非常的感兴趣，因为我也很感兴趣。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讲 ，AI 怎么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是我们每个人最关心的问题。哦，嘉宾来了。好，嘉宾来了。那在这里啊，我要给大家说一个小惊喜。今天在这个现场，真的非常的幸运。我在5到10分钟前，就在这个场馆的现场，我见到了我的一个线上偶像。哎，哦，这个是那个导盲犬阿尔法。对。啊，您好，宝哥，我关注您好久了。是吧？谢谢。哇，找到大 V 了。宝哥，我作为您的很长时间的一个粉丝，就是我想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就我们下午可能会在这里有一个看看新闻平台的一个直播，然后我们可能就是在 H2这个展区，能不能到时候有幸能采访一下您？那先留个联系方式，到时候看看可以吗？好，太好了，谢谢你。如果是盲人的话，这可生发性就非常大了。对呀，机器人、人工智能能解决盲人的很多问题。它那个区域不是人工智能和产业结合吗？对，可以奔人工智能健康。是大健康人工生活服务。那我看看宝哥在哪里，我去寻找一下他，让他跟我一起去体验最后一个部分服务类。宝哥，您准备上场了？哦，对，来，我带您走，阿尔法。走，来，您到这边。来吧 ，follow。因为我觉得啊，在服务类这个大类里面，不仅仅要我们这些普通人能体会得到，特殊人群也要有普及和惠及。那嗨，宝哥，我在这里，你好，你好，那我给您别个麦，方便吗？啊，可以，来。啊，谢谢。嗨，阿尔法。那他能找到这个人也不错。他在网上粉丝蛮多的，还上过我们节目呢。哎呦，李佳写的一个论文是关于视障人群的。哎，我对你这篇论文很感兴趣。对，这篇论文其实是我在本科阶段跟师哥一起做了一个有关于视障群体的研究。哎呀，对上了瑜伽，发挥起来，起飞。那我其实是想带您去体验一下腾讯展馆里面的一些语音交互方面的内容。哎，好呀。您带着阿尔法跟我一起走。行，好，走。阿尔法走嘞，好嘞。走吧。你可以喊他一下就走喽。好的，阿尔法。好嘞。follow 啊，阿尔法 follow 啊，跟上阿尔法哈。他好乖呀。
平时都是他陪着您一起去中国的各个地方行走吗？对，他主要就是他干嘛那么着急啊？你把嘉宾的后脑勺留给镜头。他有点把机器给忘了，把摄像师给忘了。他就没有意识说镜头，我时刻要面对镜头，我的嘉宾要面对镜头。在这个面前有一个，哎，你好，我们想看一下这个内容，可以吗？我们可以一起看，可以吗？就这个内容，它是一个有关于盲人语音交互、无障碍设施这样的一个领域。哦，前面模拟了一个过马路的情境，我看到斑马线了。对，不是，要不您在这儿？好的，对，您在这儿稍等我一下，然后我后面先跟他们衔接一下。好，盲人语音交互、无障碍设施这样的一个领域，您之前有关注过这方面？我这手机一直都在用无障碍。对，因为我知道您肯定是一直在用它的无障碍设备。对。那您有尝试过，就是说拿它去进行一些？他来介绍啊。我怀疑他是不是想用这个，但是又没有找到可以介绍的人。就是没有打配合，就是应该一个人去沟通，一个人在那儿采访。啊，他们现在配合不够好，分工很奇怪。您在进行这种语音的手机的交互的时候，您觉得困难点在哪里呢？或者说 AI 帮助到了你什么这两方面？其实我觉得你像手机的无障碍分了这个手机系统本身的无障碍，还有一个就是手机上的安装。比如说 AI 这个领域，它在行业里面或者在无障碍方面，您希望它在做到哪些点？是呢？对。然后呢，我可以帮您把它的屏幕翻转一下。玉哥一直有点着急，是在应该超时了。大模型在可能会分析你这个语义的内容，然后说接下来该怎么去解释它的意思。对，就是在我看来，这个看不见我的。30分钟了，加速。我觉得1个小时，那就是除了我们体验之外，我们可能要分出来1/3的内容去聊、去访谈。所以他要后面有1/3 20分钟的嘉宾访谈。嘉宾访谈，这个在小屏直播里面太吃亏了。它时间太长了。大家奔着的话题是进去带你逛这个。对，是，它并不是深度了解，因为深度了解可以放在演播室来完成。就是在我看来，这个看不见我在说人工智能的 AI 工具，它是我的一个助理啊。那我们接下来去再往前面的展区，我们再看一下前面还有一个阿尔法，走来，合影的内容。好，来吧，阿尔法。好嘞。阿尔法肯定觉得这一切都很新鲜。是。在你的右手边，这里有一面墙，它叫 IMA。你跟他说，请帮我寻找某某视频、某某内容生成什么，它可以直接帮您做到。这么厉害？是。这个叫啥？它叫 IMA。对 IMA， 它有一个2维码可以扫取。等一会儿等采访完了，我带您来扫这个2维码，怎么样？我们一起下载一下，体验一下。他为什么不现在扫？为什么他采访完了再扫？他可能时间不够了，他马上要到了。这里有一个 AI 全息合影体验，我们可以一起跟阿尔法留上一张照片。好呀，好吗？时间到了就带他去体验了另外一个，可能他后边还有一个呗，他就是知道剩的时间不多了，我一定要把我所有东西走完。张老师太善良了，疯狂帮忙找吧。那我们来合一张照片吧。好嘞。接下来就往腾讯外面的展区，我们再去参观，好吗？行，阿尔法走嘞。全息摄影，它为什么这个全息摄影它的技术亮点在哪儿？给我看一下呀。他好像时间太赶了，之后就有点着急了。他已经不断的在做动作，但是没有在乎说受众看到的是什么，失去目的性了，失去观众视角。那接下来我就把我的小伙伴请上来。Hello， 你们好，大家好。Hello， 能跟我介绍一下这位嘉宾吗？就是宝哥，阿尔法。宝哥是我们的一个自媒体博主。好的。来，宝哥站在再往您的前方走一步吧。我们刚才提到了大家都特别关心的技术，那2位对于这些技术真正的用到我们平时的生活，您觉得还有多长时间能够实现？一个应用者怎么觉得还有多长时间才能实现呢？这个问题是提技术方的。对。女士优先，女士优先。我转到这边来了。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么多智能穿戴、智能沟通，我们的互相的分享。那么这些技术，您如果去给它打一个信用分的话，您会从0到100，您打几分？我觉得打80分吧，会打80分。所以这个包容度就是那20分，再给20分，提升空间。对。好，谢谢宝哥。不客气。那谢谢宝哥，谢谢阿尔法，拜拜。那你们再逛逛展哦。好，拜拜，再见，宝哥。谢谢。你觉得这2个人的分工是不是很奇怪？很奇怪。我感觉宝哥跟阿尔法有点乱入了，就是在他们之前的那条线之外，突然有一个变量，他又想把他们融在一起，又想把盲人的部分针对出来。对。那么下面啊，我也为你请到了一位好朋友，那么他会带我们一起来继续的云游展馆。教授，应该是20分钟留给嘉宾啊。让我们有请郑教授。欢迎郑教授。欢迎郑教授。您可以让郑教授站在中间。郑教授，您在中间吧。好。那我为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郑教授啊。郑教授是我们复旦大学谷物学院的教授和博导，同时呢也是上海市一网统管城市数字治理的实验室主任。同时啊，郑教授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身份，就是郑教授本身也是一位科普博主，他会为我们讲授很多的和我们人工智能、城市治理、数字治理相关的观点和想法。哦，这才是郑教授是他们请来的。哦。这个嘉宾找的，嘉宾找的是不错的，权威性也够，然后还做科普，会说，看看是怎么使用这么重磅级嘉宾。对，其实嘉宾用好了，一定是非常细的。其实您也是我们人工智能大会的老朋友了，已经参加了很多年了，对这里其实已经不陌生了。那么从您本身的研究来看和您的经历来看，您会认为有哪些技术是真正落地实现了？他们这样的比例是怎么样的？好，比例其实还很难说，应该看具体的场景。比如说有些场景比例比较高，现在我们都已经在用的，在一些手机上、移动端上的这样类似于豆包啊、类似于 Kimi 啊这样一些，那确实普及率很高。因为我最近注意到我爸爸他都快80岁了，他也会用这些啊，那说明他的普及率很高。包括有些翻译软件，大家发现普及率很高。但是呢，有一些像刚才这些具身技能，它目前基本上家庭里还不会出现，它更多的在展厅，在比如春晚上会看到。所以其实也看具体在哪个场景或者哪个行业，它的这个普及率是不一样的。那最终普及率高低还是跟刚才讲的一样，成本收益啊，是否真正带来益处啊，风险高低啊，信任程度啊，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各个场景都不一样。是的，也就是说，我们当看到这么多炫目的理念、概念、技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在一个展览里，但却做了跟展览毫无关联的事情。现在做的这个东西可以放到演播室里去。对啊，这段在马路上也可以做，在演播室里也可以做，在哪儿做都行。但是他们选择了在展览里做。既然在现场嘛，就现场为王啊。对吗？要我就是来行家，你觉得哪个是牛的？你带我看。对，就是这些展馆，哪些我们是看个热闹，哪些在你看起来特别牛。对，反倒是他这种问题很难回答。他得替观众问，但观众不会问出那种问题来。是的，完了。你问题就很复杂。现场一定要有现场的价值。我们从这个整体的布局来看，行业布局来看，还有我们的真正的实践来看，以及这些实践过后的产品技术能不能跟我们每一个人相连？对，它能不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运用？对，它能不能对于我们的情感有这样的连接？然后雨佳现在在镜头里边毫无意义，一言不发，你要么就不要在镜头里边了。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人工智能，我们在发现人工智能未来和探讨它的可能性的过程当中，涉及到的很多问题。其实我没有理解，就是这时候雨佳在镜头里的意义是什么？对，其实按照他们俩的分工的话，就是一个主碰的时候，另外一个只做提醒工作。对。所以说我特别好奇，在我们所有的智能理念、智能技术提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比较量化的投入产出比？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对，投入产出比其实量化的投入产出比，不是一个学术论坛，也不是一个圆桌。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他这个问题，你说让教授怎么回答？投入产出比，你怎么说人工智能投入产出比？这种问题太大了。就我觉得对人工智能这件事情，在理解上都出现了本质性的偏差。
现在很多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技术啊、一些概念啊，它其实都是刚刚提出来的。那您觉得这样的结果在您的预料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这个智能设备很贵啊。以前呢，我们是闷着头搞自己的技术，现在呢，我们把怀抱敞开，我们把手张开，我们欢迎四面八方的朋友一起来跟我们。看不下去了。一方面我们在展厅里看到各种技术，另外一方面各方面的科技又逛回去了，就是他们就一直现在捋着这个场馆的边儿。其实您也是我们人工智能大会的老朋友了。一方面我们在展厅里看到各种技术，另外一方面各方面的科学家，对吧？他们一直绕场一周，就一直沿着这个边儿。他们已经忘了镜头这件事情了。总体感觉我觉得很急，就什么都是急吼吼的。我觉得就是用盲人做嘉宾是一个要求非常高的事情。对，你要时刻关注到他的需求、他的障碍，然后还要考虑到你跟他在一起，然后观众看起来的感觉怎么样。就是其实是一个好的想法。对，但是没做好。我看他们直播，我是会看不下去的。你既看不到亮点，对，也看不到就是你到底明白了啥，对吧？是，就感觉他们自己在讨论，然后跟观众没有什么链接。对。期待我们最后这一组逆风翻盘，异军突起，说不定他们有奇招，我感觉有可能。他那两扇子一出，我就觉得。我刚刚看了他们3组的直播，其实大家的问题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我觉得实话说，问题问的都好，都琳琅满目的。我们的点还是那样，就我们一定要强调，我们互怼。我说黄金矿工，反正就是我有什么梗抛出来，你要接我的梗，就算不幽默，你也得笑一下。我也一样，就算不搞笑，就算不搞笑，我也会说哇，这个场馆空调是不是开有点大？可以，可以，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我相信我们。没问题。好，那我们第3轮的这样的一种智慧型的讨论，包括呢我们会深入各个行业的讨论，就告一段落了。那么我们的小伙伴们呢，已经在我们新的场馆跟我们进行我去找一下下一组的点位吧。下一组的点位在哪里啊？我先去找我们那一组。中国制造车也可以在欧洲、在美国上市。是不是过来了？对于这个车的快嘬一口，嘬一口。我快，你快吃。嘬一口。1个小时确实补水是重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Hello， 师姐，他们已经在走来路上了。好，快朗子他们准备过来了。来了。小黄人组合。哦，我看到他们了。3点30分开始的时候，2个麦就已经声音信号出去了。只要你们麦拿到手，就要开始注意说话。对，好。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琳琅满目组合。我还有 pose。我们是冯琳组合。加油！这2个像小朋友一样。当当当，我就是你们的谁。对，我是金龟子。我是绿泡泡。但是这个反差感其实是小屏直播里面受欢迎的地方。感觉反而大家觉得好好玩。本来也年轻，然后又带年轻观众来看。来吧，加油 ，Give me 5。不管有没有按我们预想的顺序来，我们都不要慌。那边要不要跟他们说一下，清一下场？可以。快！他们过来了，要过来。您好，那边能稍微帮我们清一下场吗？我马上入车。那么他们呢，即将在这里迎接我们的另一个全新场馆的全新展示。让我们现在把话筒交给他们，他们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呢？让我们看向他们。哟这交接直接的话筒音声。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琳琅满目组合。我是琳琅满目里的琳，我叫小琳。我是琳琅满目里面的朗，我是朗子。我们都是看新闻体验官。那大家会不会非常好奇，为什么我们的组合名叫琳琅满目组合？是因为我们都比较赏心悦目嘛。哎呀，小哥哥还是有点自信在身上的哈。那我想刚才我们的几位小伙伴们已经带大家看了非常多不同的展区，看到了特别多琳琅满目的这些高科技产品。那接下来我跟朗子就带着大家在H1好好的
走一走、逛一逛。是的，我们接下来呢要去寻找 X 区里面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比较实用的。哎，玉林开始之前，我想问一下，看到我这2把扇子了吗？有备而来的。你觉得哪个写的比较好看呢？我觉得这个问题简直是显而易见，那当然是这个。我不信，我问一下观众朋友们，觉得在我手中的2把扇子哪一把比较好看呢？是右边这把还是左边这把呢？觉得是右边好看的扣1，觉得左边好看的扣2。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观众的这个实时评论啊！来，我们看一下。哎呦，还会互动呢！哎呦，互动起来了，弹幕拉起来，人又起来了，人又涨起来了。我们之前观众买1万送福袋。他们开场都很让人耳目一新。对，这2个应该是机器写的，或者某一个是机器写的。他们2个相对来说就是偏综艺感、偏娱乐感的，搭档感也很强。养眼也，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看。看来英雄所见略同，大部分人都觉得这个欢喜写的比较好。哎，看来又输了一局了，我这次。所以说这2个的区别是都是你写的吗？这个是我写的，这个呢是来自一位我们神秘朋友的作品。那么他在哪儿呢？我们现在一起去找他吧。来，我们出发。走。他们俩衣服选的蛮好的，对，很清新哈。对，而且我觉得搭档2个人选一样颜色的衣服，就很有找人的时候很好找，颜色又亮。是的，一眼看到。好找。林姐，这是找人已经快找疯了。噔噔噔，大家看到没有？就是这样的一个机械臂。刚刚朗子手中拿的这2个“欢喜”这个字儿呢，就是从这个机械臂当中写出来的，特别的这个峰回路转啊，有那种毛笔大师的风范，是不是？哇塞！哇，我现在看了，我确实。这个字儿上确实有一些略输一筹啊。是的。那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应该琳琅满目是朗子自己写的，我完全猜反了。哎，这个设计也不错，设计挺好的，设计不错。他们这个我会点进去看。开场设计都挺好的。我们就继续走一走，看一看，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展区其实有特别多非常有意思的点，比如说我现在就看到了一个。我感觉我高中、初中才看到的一个黑板，是 AI 黑板呢。对，但是比我们平时用的黑板好像要高级一些。对啊，这个 AI 黑板有什么神奇之处呢？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来看一下，它首先呢，我们老师书写出来的内容，其实都可以快速的被识别出来。比如说我这里写一个方程式。识别完成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快速转化了，并且呢，我们还可以一键的为老师推送这种教学资源。他俩真的很像少儿节目，真的。他们特别像俩学生，所以站在黑板前面就觉得场景适配。比如说，这里像是氯气与铜的反应的实验视频。与铜的反应。哇，好神奇啊！其实，在平时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也会在黑板上给我们展示这种化学的这个公式，但是其实很难说一下子就跳转到一个非常具象化的视频。对，而且我在以前上课的时候，我特别害怕的一个点就是。老师写的字我看不懂怎么办呢？但是我觉得这块黑板就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还可以识别像是立体的图形，比如说数学课上，我们可以识别这种快速识别立方体，并且识别完成之后，老师也可以对它进行相应的调节，像是我们这里可以直接对它进行这种多点位的一个构图，切分和旋转。来查看它的空间的形象，也可以直接将截面提取出来。我们可以看到，跟随我们这个点位的移动啊，其实我们这个截面的形状和角度都可以看得特别的清楚了。哇 ，Bravo， 这个好。你早多少年设计出来嘛？哎呀，多好呀！这个我要有它，我都能考上清华。我要有它，我哪会看不懂啊？这黑板，哇塞，这个还是挺有用的。老师以后画板书，就方便多了。其实只是需要短短的几笔，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可能平时比较难画的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几何图形画得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明了，非常高的提高了我们上课的效率。是的，提到效率，那还有一个小 tips， 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语音指令的能力啊。擦黑板。哇！不管板书再乱，我们一键就可以清除了。不知道这个嘉宾是运气好，正好讲得好，还是他们
有认真的跟他预沟通过，就这段还蛮有信息量的。这段可以对，这段还挺好的，很完整。这一段演示挺好看的，好看好看，吸引人。哎，他俩真的耳目一新，对，轻盈。我现在甚至觉得他们会，真有可能，我觉得。主要是前面跟后面又有个鲜明的对比。是的，庞征那一组虽然好看，但是信息量太大，以后有点重，压的人有点要跟着他们走。他们俩就是舒服，他俩符合云逛这个直播的感觉。嗯。实不相瞒，小林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这样的一个盛宴现场，哇，我感觉我已经是全程张的大嘴、惊掉下巴的一个状态了，太多了。哎，我那位朋友他跟我说，好像就在这附近啊，在哪儿呢？我们去找寻一下。再往前走走，马上就要找到他了。哇，还有个跑道，哎呦，哎，您好，您好，您好。想问一下，哎，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设计啊？因为我觉得这个跑道在整个场馆里面也是非常特别啊。哇，这个绝对是咱们这一整个场馆非常亮丽的一道风景线了。老师您好，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装备，它到底是干嘛用的？这个的话，话筒，跳绳，跳远、跳绳都可以。比如说还有一些引体向上啊，比如说趣味性的 PK 和打气球，以及名诗名画争夺赛，这样子是激发学生去玩儿。丽丽啊，我看到这里有个 PK 赛，要不要我们来比拼一下呢？来，不带怕的。那我们挑战这个打气球。好。啊，它能照到我们的人脸啊，往右一点好。来，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猜一下，到底是我会赢呢，还是韵林会赢呢？哎，已经开始了，开始了。觉得我会赢的，来，我们一起扣1；觉得韵林会赢的，来，我们一起扣2。把我们的选择扣在我们的评论区里。好，加油，加油，加油！好。哇，我的这个向日葵在茁壮的长大，朗子，我感觉我要赢过你了。哇，你也太厉害了吧！好拼！哎，你看这玩的不都挺好的吗？我的天，这个真的挺好的。之前没有白排队去体验，这是。就现在在线人数应该上升了，指定上升，指定上升。哪里有竞争，就哪里有观众。我跟你讲，这底下有人 Q 说扫腿舞，他们就说现场来了，这。好，加油，加油，加油！好。哎，加油！我好像差你一点。哇！我赢了！哇！所以有的时候运动能力真的不单单是体现在身高上面。对呀。但是关于这个东西，其实我还有非常多想了解的。老师能不能再回到我们来继续解答一下？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它特别有趣味性。那您觉得除了趣味性之外，它还有什么比较大的优点可以给我们的消费者？就是我们在运动之后，我们会有一些 AI 算法在里面，针对你的运动动作，我们会检测出来。运动数据里面，你看，我们看会有一些，这是我上午跳的一些回放，然后这边上午的回放有朗子在里边，露馅了，朗子真是无处不在的，穿帮镜头。我们至少有证明他们是做过功课的，是全部都已经预采访过了。这个东西可以帮大家那些不喜欢运动的小朋友们，激发他们运动的这个兴趣。哎，给他俩留言的人好多哦。有吗？嗯，好看呗。绝对。对呀，所以我就说在线上来了吗？我都想跟他们俩留言，你们能跳扫腿舞吗？哇，我们一起看看那边。哦，哎，这个是不是？哦，这个应该就是一个人形机器人。那么通过我们外骨骼上肢，我们操作员可以把我们的操作意图传递给我们的机器人。同样，我们机器人可以把末端的力学状态和位置状态传递回我们的操作员，我们操作员是能够感知得到的。那么下肢移动底盘呢，我们可以通过在1平米的有限空间内，操作员的行走来控制机器人的无限空间内的行走。小哥哥学得很像，你是不是特别喜欢？我真的特别喜欢。你知道，作为一个男生，我相信其实每个人小的时候都会想去操控机器人。你可以跟他混个拳，可以吗？可以。来，我们来跟他混个拳。好，哇，这氛围太好了。让我们圆一下朗子他的小小科技梦。哇，什么感受？像实现了梦想呀，实现小时候的梦想。我感觉此时此刻你好像有点热泪盈眶，是我的错觉吗？感觉朗子好清澈的男孩。我还准备了一些很多的惊喜带大家去看，来，我们继续往前走。好的。哎，我看到这边有一个什么？哎，那边我看到有一个
好像挺有趣的东西，我们要不要往前看一下？我觉得这里的每一样都很有趣。你说的是哪一样？妈呀，真的是边走边看，真的是边走边看的，随缘的。哎，我已经看到它啦，它就在前边不到10米的地方。来，我们加快脚步，一起往前走。这么迫不及待吗？因为他刚刚在电话那头其实一直在催我，一直在催你吗？对，是多10万火急的事情。到了你就知道了，马上就要到了。他们这景点和景点之间隔得也够远的。就作为文旅美食节目，可以逛一条小吃街。哎，我们到这里来看看吃什么，到那来看看吃什么，紧紧的围绕“逛”这个词，松弛感极强。哇塞！现在这是一个模拟的挖掘机吗？所以说我们现在面前看到的这一片，它其实就是真实的内蒙古的草地。哇，他们找的点位都好视觉感强啊！朗子，你要不要去体验一下？我特别想体验一下，可以吗？请问？所以这是挖掘机培训吗？哇！我刚刚走过来的路上，我已经一直看着这个了，我特别想感受一下。也是想开上挖掘机了哈。你别说，我真想去搞这个挖掘机，想体验一下。对，好多男生看挖掘机可以看1天。挖完了之后就要去找到我们的卡车，进行我们煤矿的一个卸料了。所以说这个它其实是仿真的，还是说现在朗子他挖起来的这条土是真正的在那个草原上的土？哇！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作为搭档的这种搭配感还是很强的，不管是从衣服到他们聊天的这种方式。其实朗子是一个综艺感很强的主持人。我现在开始投票，我投他，我也投他们。要赢啊，这是。那我觉得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们也带大家看了很多。当然，我们之后还有更惊喜的内容。那此时此刻，我们已经来到了这样的一个特别多人的一个展区。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采访几位漂亮的小姐姐，还有小哥哥，或者是一些游客，他们来这儿到底是为了看什么？他们的体验感如何？来到了一个特别多人，特别多人的展。我们开始采访观众了。我们来看一看。我觉得今天每个来到这里的人，他们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我相信，在他们眼中肯定也是见到了很多他们从来未想过去设计。要采访观众，你就抓紧点，抓一个就采，你还磨磨唧唧找什么呢？是有买好的吗？哎，这可能有变数，得。就是如果让你用英语简单的跟别人采访，你 OK 吗 ？OK。那我觉得我们有个点，就是我们可以，我知道，就找几个外国人，毕竟它是一个2个就好了。对，我觉得他展现它的世界性。果然买好了，来了，还是有计划。我其实看见了有很多来自于外国的朋友，要不我们采访一位外国朋友呢 ？Hello. Hi, nice to meet you. Can I have a short interview with you? Yeah, wow. English. So the first question is, where do you come from? I'm from India. Oh, you're from India. Yeah. You come from? Where you guys are from? We are from the media. You're from media, Chinese media? Yeah. Yeah. Good to see you guys. You come Shanghai for? Yeah, I came to attend the WAIC from India. What impressed you the most in today's conference? I don't know. Everything is impressive. Really impressive. Wow. Really, everything is impressive. I can just pinpoint anything and say, oh, this is good one. Now, whenever I see the next one, that one is more impressive. Oh. I'm loving it. I'm really loving it. I see. Yeah. We are also surprised too,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at we have never seen before too. So it's not only for you, it's also for us. Being from India, I came here to attend the WAIC exhibition happening here. It's really excited. I'm really excited to see everything. Really, and it's wonderful and it's mind-blowing, I would say. 译中翻译中 because it's there in China and China is I feel it's far away, far ahead than more countries.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Yeah. Thanks for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我们刚刚这位外国朋友呢，其实说今天的展览也给他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惊喜。原来不止对我们来说，他在这里呢，我刚刚问到了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这个展会当中有哪项人工智能给他带来最大的惊喜？你知道他回答什么吗？你给我翻译一下。其实虽然说我真的，我不能说我听得懂，但是我看到他那个笑容洋溢的表情，我觉得他应该是表示肯定的。其实他给我的答案是没有。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觉得每一样他看到的东西都特别的惊喜。他可能这里哇看到这个一个机器人在这里跳舞，他觉得哇很惊喜。然后转头一看，看到了一些新的设计，他也觉得特别惊喜。我觉得其实每个人来到这里都会有这种感觉，觉得所有事物都是眼前一亮，琳琅满目。这段翻译的倒是挺生动的。我觉得刚才别的观众不采访他，就是想找个外国人。对，一定要把自己英语中英双语播音的这个特点发挥出来。玉林，那其实我们走到这儿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身后，有一个非常壮观的华为。这个是升腾384超节点，哎，这个就是特别壮观，你知道吗？刚刚我们转过去的时候，都伴随着一声巨大的欢呼声，而且我好像看到有很多人围在这里。对，我们去看看。这是整个 WSC 最明星的展品之一了。如果他能把这讲清楚，那就可以了。对，他说真的把这个讲清楚，真的很厉害了。来了，看看今天上午那个能不能逆风翻译盘，他们可是听了另一位媒体人感觉。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放大一点点，特别多这种密密麻麻的。哇，这个应该怎么说呀？从专业角度来说，对于这个名字升腾384超节点，我们需要关注的是2个重点。第一个就是384，第二个就是超节点。你知道为什么吗？384应该是一个数字，或者说它可能是一个数量。其实384呢代表着 NPU， 然后超节点呢其实就是管理这384个 NPU 的一个东西。它整个系统呢就像一个公司一样，有人负责计算，有人负责管理，最后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设施。然后其实你可以数一下，我们这里总共有多少个机柜呢？1、2、3。我直接告诉你答案吧，这总共有12个计算柜和4个的总线柜。做过功课了。对，我们想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升腾384超节点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内容。想采访一下相关的工作人员，可以吗？直播采访，现在没有人有发言权限。明白。发你一个我们的内容新闻稿。也可以，我们可以自己来。我们自己看一下。谢谢。你还别说，如果真有一个专家在里面，反而硬了。对，他把新闻稿自己内部吸收消化了以后，翻译成刚才这种生活语言，很适合他们的整体风格。但我觉得，其实大家可能听到这里都觉得云里雾里，那这个东西到底是有什么用呢？对呀，其实我感觉这个东西在我面前很大、很震撼，但是它具体是用在哪些方面？哎，我这么跟你说吧，你觉得你10秒能够看多少东西？1、2、3、4，4个展开。文字，就是10秒你能看多少个文字？大概2行。2行是吗？如果有这个系统支持的话，你的速度可以快上50倍。50倍，2乘50，100行，100行2页，是不是特别多？那我真的就是有传说中1目10行的能力了。对，是的。哇！他说什么？10秒钟能看多少东西？看文字的话，我觉得这其实今天走到升腾384只能看100行吗？所以你的惊喜又破灭了，是吧？我可以理解为他是想用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告诉大家这是什么东西。对，但他没有理解这个。但是没有真正的把它理解，反倒变成了一个错误。就是你可以用你的口语的方式，或者让大家更容易懂的方式去解读，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基础知识不能错。对，但你数不能错。对你比喻可以，你的比喻不能打错了。哎，比如说你说7万平米相当于多少篮球场，你不能说2个，那不就露怯了吗？他问那个韵玲，你什么1秒钟能看几行？ 10秒钟能看几行？他说2行。他说2行。他说384可以都比你快50倍，10秒钟才能看100行。一个384块卡的，他这个50倍是怎么来的呢？对啊，他肯定是我估计可能网上搜来的，然后他记错了，然后他记错了。整场直播过程当中，你们说的每一个字，你们下的每一个观点，都会被无限放大。你们代表的不是你们自己个人，所以当你们提到行业内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十足的把握，你不要去做专家类型的科普。
注意你们的言行，你们的舆论导向，这是我最后想嘱咐你们的。哎呀，这就是硬伤。当他用翻译成生活语言的时候，怎么保持知识的准确？哎呀，我刚才一票都快投给他们了，这是啊，这一下我的一票收回来一半啊！天哪！看他后面，也许他后面弥补了，他也许意识到了这一点。来，我们现在已经走出了展区，走出了展区，走出了。我们来到了。老师们可以把镜头给一下我们看上面，其实我们整个展馆是特别大的啊，它包括还有2楼，然后还有负1楼，然后整体的人流量也是特别大，包括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机器人啊，各种各样的展出。3分钟，我最后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今天逛完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啊，我的感受其实挺多的。首先，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能够来到这里，带着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去看一看这些，我觉得特别厉害的东西。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因为它确实太多优点了。对，它确实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少机会能真正接触到的。今天我觉得我自己内心是非常感慨，然后非常震撼的。其实包括刚才在看到就是这个镇馆之宝的那一瞬间，虽然说我嘴上是在笑，但是我其实内心也不能说想哭吧，就是很感动，因为我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技术运用在我们的各行各业，帮助了很多的人。从我们直播开始逛 H3 到 H2 到我们 H1，我相信不止这3个展馆里边，我相信未来有更加多的惊喜在等着我们。是的，那此时啊，缺一个旁真，对，或者诗文，就完美了。一定要把这个时间有质感的撑到。他俩撞型了，我只能说是要有一个互补搭配就好，一静一动，一庄一谐。此时啊。在今天的直播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把未来以来打在我们的屏幕上。那此时此刻，我们这一次为期4个小时的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直播逛展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与我们共同的4小时的陪伴，非常感谢各位。此时此刻，我们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坚守与收看。那更多的新闻内容可以锁定我们的看看新闻。希望今天能给你带来一场琳琅满目的科技盛典。谢谢大家。我们是看看新闻的体验官，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摄像多专业，这摄像多专业，挺好，摄像满分，摄像满分，最后摄像拿到 offer 了，这玩意儿第一个拿到 offer 了，摄像已经拿到 offer 了。哦，对，要不然就不会出现在那儿做摄像。好家伙，王韵玲和冯程朗呢？串场的过程当中确实过于悠闲，然后语言的质量稍微也是弱了一点。对，而且这种语言表达就很大众化，有些词反复不停的在用，就做一个大收尾，他俩要是放在第1趴或第2趴就好了，轻轻松松带大家逛展。对，没有那个结尾的那个厚度，对，和那种厚重。我们是不是从来没有感觉3分钟这么长过啊？实话说是的，已经把那种，已经是属于，已经到最后30秒，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了。哎呀，真的挺难的。说实话，就是一下子，就算2个人搭档，直播1个小时说下来，真的好难，好难，好难。辛苦了，师姐，你今天真的是辛苦了，跟着我们走了一路。我的脚已经站不动了，哎，我也站不住了，辛苦了。幸福。走吧，辛苦了，你也辛苦了。我有点愧疚，我本来以为时间是够的，我一直在跟你说相信我，但是后来发现我其实不太可信。确实，我没有想到这个场馆布局这么复杂，这不是一个我看那么，我以为我走过挺多场馆的，这不是我走过几遍我就能记下来的场馆。你不要再复盘自己的问题了，好不好？
我认了说你了，不要再复盘自己的问题了。人还是不要对。你一直在自省，你一直自省很重要。有的人不自省，你是过分的自省。你知道，我特别怕你到时候越来越内耗，越来越焦虑，然后越来越否定自己。这个建议特别宝贵。对，放下完美主义。不可以这样子。啊，好，燃一下吧。不用燃，没放松吧？哎呀，庞真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 partner。哎呀，精彩啊！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稍微有点难度了，第一名有点不太好评了。这个真的有点难，这个真的有点难，应该会有一些小的分歧了。今天有点难度，今天咱要不咱这样，陈明老，咱们换一个，咱们找出来最差的一组。找对点灯是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但知道什么是错的。这样，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我们刚才看到的后两组的表现。那先上来的是雨佳和玉哥。说实话，这组有亮点。首先开场那机械舞，而且雨佳的整个给人的感觉戴着那墨镜，他那个感觉出入自如，其实这都是精彩的。但是还是在配合问题，就是他跟玉哥怎么来放这个问题。像他们这样两个特点的这种组合，权林老师如果站在这种专业主义视角，有没有更好的建议？他们1+1大于2了吗？没有。对，所以我觉得，但凡只要是1+1不大于2的配合，都是需要重新复盘的，对吧？对。首先呢，他们像是前面的配合不够好，所以各自摘了一个功能，说我负责体验，你负责采访。是。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对于观众来说很奇怪？就如果他不是切换演播室啊，就歘切回去。是。你们俩都在现场。为什么是一个负责体验，一个负责采访？没错，是的，我们平时在课堂上如果有外景报道的时候，确实有个基本原则，就是任何一句话，哪怕一个词，你只要这个词在直播间也可以无差别的表达的话，就一定不要在现场说，就因为车票很贵，就所有的把那么大的运力、那么多的团队运到现场去是巨大成本的要珍惜这个成本，所以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心头现场身体的问号，就是你嘴巴里的语词。刚才其实后半段我听着很着急，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内容高大上，脱离了群众太远，可能会掉人数。因为观众会生气啊，观众会说，我就想看那个机器人，我现在不要看你，给我看那个机器人。我不要上课，我不要上课，我不上网课，谁给我报的是网课？那我很好奇，为什么玉哥会做这样一个选择？他觉得他深入思考了。玉哥一直想做那种有层次的东西，老感觉有深度的深度学理，对，结构丰富，对。我就觉得他们这种就想法和设计感，其实都是想着往怎么好了，花样多，然后各种层次上面去做，但是发现能力上又实现不了他们这些美好的想法。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商量不到一块儿的时候，最后的妥协就是我分一半，你分一半，咱俩各做各的。你别来把我的东西弄乱了，我也不把你的东西弄乱了，我们就暂时先拼成一个作品。是，我感觉也是，在他们设计上来讲是一半一半，有撕裂感，一劈而为二，但是还是可以进行下去。对。但是这个宝哥和阿尔法从天而降这一发，用得好是骑兵，对，用得不好就是自损800。如果是偶遇的话，你先得问说你来参观，这个是为什么要来，对吧？你感兴趣哪些？对，你来的时候一路进这个这么拥挤的展厅，你有哪些困难？多好。然后你有没有找到一些技术，可以在帮助你这个实现这个现实困难？示范教学，3连问，真的，这就是真实的好奇，这就是彻底交给流动性。所以要么他们之前有一趴就放掉，我换15分钟。跟宝哥来互动，要么就我跟宝哥打个招呼，找一个点素材、速决，做一个小花头，也可以。他都想要，他想把宝哥引入到自己原有的路线当中。对，但原有的路线当中是他睁着明亮的双眼找到的，
这个跟宝哥并不适配。对，这个太遗憾了。最后这一趴就是我们的琳琅满目组合，可爱小黄人，也是前45分钟让人眼前一亮，真的挺好的。我就已经恨不得就给他们投票了，就是从最后那一趴，就是那个超节点384超节点。如果有这个系统支持的话，你的速度可以快上50倍。384超节点那个地方开始，所有人期待都吊起来了。对。整个展会的最大亮点，也是4小时直播的最后一站，所有人寄予了高度期待。他如果讲清楚、讲透、深入浅出、生活结合，对，那就赢了。对，他其实讲述的方式，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还是勾起了大家好奇心。但因为我不太了解，但我看那些代教老师的反应，应该是出现了那种知识性的错误，对吧？对。当然，对他们来说这件事情有难度啊，因为要解释一个那么专业的事情，对吧？但是你就是有现场报道的任务，可能你不能略过，那该怎么办呢？哎，有什么办法？哎，这个，我觉得，就是他们无论如何还是在这个展台上有时间准备的，对吧？对，他们上午就过来了。是不是他们说啊，我没有办法接受采访，我不能参与直播？是有个新闻稿，但是他有讲解，对不对？有，上午有一位，对，有一位。然后你讲解完了之后，你自己最感兴趣的，然后你还是可以等他讲解休息的时候说，我复述一遍给你听，你觉得对吗？功课就还是之前有功课，就是你复述一遍嘛，就是你来。保证虽然没有专家接受你的采访，但是有专家挑你的错，你不是就没错了吗？哎，这是个好办法。你们平时有没有一些就是能提升自己的语言表达或者更加精准度啊、语言的质感呢的一些训练的方法？我们老师确实有讲过一些可以提升这种语言质感的方法。就像今天全林老师提到了，就是他什么当头一棒、会心一笑这种。让我想到我们老师说的话，就是多用这种数字的重复。当时他也跟我们讲到，就是像白岩松老师在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上面，他就用了这个数字7来串联了很多的东西。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像一些比喻啊、排比这样子的去使用，也是一个技巧。然后他其实还说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用歇后语。对，用歇后语。比如说像在另外一个节目，哎呀，你就直接说战士联合吧，你现在就只提过那一个节目。何俊霖打了一波精彩操作，这时候解说就要说了：哇，何俊霖刚才这波操作就像在铁上滴水，什么意思？秀的飞起。歇后语是这么用的，怎么样？有质感，还是可以吗？你这语言非常有质感，有一种金属质感，有金属的质感。这是好办法。还包括像朱广权老师，也是央视在新闻播报的时候，他喜欢用这种像押韵的那种押韵式的这种诗半打油诗的这种语体，也可以成为一种个人风格，这也很有趣的。我们回到刚才的现场吧。刚才韵玲是不是说我们去那个人特别多的展台？这在我们日常的说话当中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对吧？是，没错。我是觉得小屏直播跟大屏非常的不一样。小屏直播的语言表述一定要接近受众，就是要特别接近。然后在这种情况底下，其实可以更口语化一点和更互动化一点。反而显得不水。我举个例子，就我们要去那个人特别多的展台，对吧？是。我们接下来看哪个展台？我觉得这儿真的都挺精彩的，咱怎么选？咱这样吧，哪儿人多咱去哪儿。千万不要把它变成半文半白。就比如说，来，我们去那个水泄不通的展台，这个更可怕，好吗？明白。所以小屏直播更口语化一点和更互动化一点，因为就咱哪儿人多去哪儿，其实是一个对着屏前的观众说的嘛。是的，是的，对吧？就是我带展嘛，没错。所以其实没有问题，这个反而显得不水。但是什么地方它是要真的准备过，要稍微准备一点，结尾词。3分钟，对不对？它结尾给3分钟时间的时候，这一部分是不能特别水的。
我觉得今天在这个语言质感上，张诗雯是比较好的。他接那段场的时候，那个是言之有物又能打动人的。对，很短的几句话，但是马上就能感受到明确的观点。对对对。我们之前在辩论队里面倒是有一个训练方法哦，就是怎么可以迅速使自己的观点明确，挤干语言水分。我们会叫它叫做30、20、15、8啊，4档，就是你有一个观点放在心中，对不对？把手机拿在前面，倒计时30秒，对，然后要想，叮叮叮叮叮叮叮要想，要给你一个语言压力，然后你就迅速30秒，噔，我觉得这个观点因为所以什么，这什么原因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因此什么得证，30秒时间到，然后完了之后自己听一遍，之后马上倒计时20秒再来一遍，倒计时15秒再来一遍，最后8秒最后来一遍，要求就是语义不能有删改。这个过程当中，就用这种倒计时响铃的方式，倒逼你挤干语言中的所有水分，让你提升语言的表达效率，塑造精度。所以说，明哥你是有训练的，对吧？我们有很长时间的训练。哇！因为那明哥，你既然训练了那么多年，你能现在咱们现场就把咱们最后的那个结束语，你稍微给改一改，我这30秒。你就直接倒逼我30秒呢？倒逼你30秒，就是最后那3分钟呗。3分钟，3分钟的收尾，我们从里面选30秒，对不对？对。我大致想一想啊，最后时刻，来，从腾讯到华为，我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问号：为什么是上海？我希望碰到一个答案。走过了4个小时的漫长旅程，我找到了至少几个答案。我找到了中国民营企业树立在这里的原因。我找到了为什么全世界人工智能的专家汇聚到这里的原因，因为这里有最广阔的统一市场，有最齐心协力的奋斗目标。我们所有的目的，只是为了我们即将奔赴和能够置身于的人类共同体，迎来一个更科幻、更 AI、更幸福的未来。这就是上海的原因，这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谢谢您全天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哇，30秒。就是随机的过程当中，陈明老师刚刚看我那一眼，我说招我什么都招，太棒，不，这谈不上棒，因为如果我有时间真的在现场走一走的话，会感受会好一点，我会抓更多现场的小细节融入在里面。Whatever 了，我们刚才已经感受了前面4组整个的过程，接下来也到了我们要做出自己职责的时候。这回有点难，这真猜不出来。4组当中，第1名2位。选出他们的名字，留下我们的 offer 奖章。如果猜对，点亮一个渴望灯牌。我们已经2战2胜。我觉得我选第一组。第一组，我也选第一组。第一组林蔚和子泰。对，你还别说，我觉得他们没有犯什么具体的错误，没有硬伤嘛。第一，他们没超时。第一个压力又大，但是他给我们的观感还是比较舒服的。但我们要考虑一点，就是导师们会把这一票投给谁。但没关系，我觉得子琪还是觉得第一组，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第一组它是有道理。那我觉得第2组还是有可能的，你觉得呢？但是犯了错误，我现在就不知道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什么。就是那件事情到底有多严重，我现在有点判断不了。我觉得全林老师得来给我们解答。全老师正在说第4组很有可能在导师那儿已经被排除掉了，因为最后其实我们猜导师嘛。对，我们刚刚就在想问，所以他那个错误在新闻直播里边是属于哪种级别的错误？我现在带入到导师的那个眼光里哈，导师其实不光在评节目，导师在选人，对不对？然后从选人的角度当中，出现了特别明确的新闻事实的错误的时候，其实导师是忌讳的。那我们这个问题其实确实挺严重。他这个 bug 比那个你控10分钟场，然后用聊天硬聊过去那个 bug 还要大。所以第4组可能也被排除了，那其实就是1-2了。第2组呢是这样，叫出彩的地方也出彩，有 bug 的地方是真有 bug。但是他们是不是刚才代教老师就是前面也说到，就是他们要回去再看一下具体这个交接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出现了这个问题？它是2个部分，就交接过程是互相找不到，是一个 bug， 但前面你过早的结束了是另一个 bug。其实相当于硬撑了15分钟，结果还没找着。哎呀，快说服我！我太纠结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投票时间，在刚才4组当中，我们认为第1组，也就是魏魏和子泰，他们会获得本次课题第1名的。3、2、1，请举手。OK， 那把这一票投给第2组的3、2、1，请举手。唐真和诗文，好不好？接下来盖章时间。执政，你去，这个你们俩，我第5次盖过了，咱俩一起，一人一个，盖2张呢。干啥呀？你个选第1个呢？你干啥呀？你选的第1个。这儿是吗？对。来，3、2、1，好嘞！哎呀，好，赶紧看结果。来吧，来吧。第3盏灯亮亮。对，下一段来。太紧张了。太紧张了。我觉得我要先回工位，把东西整理一下。好。老师们在会议室里。劫后余生宝宝，起来抱一个。终于结束了，天哪，不容易。棒棒吗？你很棒。想哭。你们俩感觉怎么样？我感觉终于解放了。我不说了，姐在路上哄了我一路。你咋了？我又道心破碎了。哎呀，这回没哭哦。我现在一直在等待审判，我就等待等会儿一通狂风骤雨。哎，不会，就一瞬间，就转场的一会儿。你心态真好。那不然咋办？来不了，不然就不能再来一遍。他今天很棒哦，棒棒，我也夸夸你。你们要吃啥吗？有好多我买了啊！谢谢老师。哇！晨晨老师送温暖。他这一问，我怎么给问饿了呢？我也是，我也有点。怎么没人问我呀？嗨，老师们好。吃点东西吧。怎么这么蔫儿呀？仗都打完了，开心点儿。我们在复盘，越复盘越 emo。哎呀，睡的。师姐，我们到了。大林子，走了，下车了。我脖子疼。冯林老师看到这一段会不会要求剪掉？过于可爱了，怎么还会有这一面？来吧，你师姐在车上睡着了。晨晨姐，回来啦！回来了。Hello， 晨晨姐，辛苦了。对，人都定住了。已经感觉被抽空了，感觉现在一句完整的句子都组织不出来了，榨干了，真榨干了。我们到哪里去？来，我们到小会室。我们来这边吧。赶紧开会吧。赶紧了解一下，我们心里有很多疑问。无数个为什么？哦，好的。哦，来了，朋友们，从来没这么紧张过啊。我们最想知道的是第2组的最后发生了什么。这个我来交代一下吧。好，这个很关键。我们要求他们就是设计好你们在哪儿交接，但是他们设计好了，但是他们迷路了。迷路了。郑诗文和庞真迷路了。他们的点是什么？倒不是说交接的问题，是因为他们过早的就开始收了。哎，对，这是对2个问题。对呀。那你们在现场的观感呢？我是从第1组到第1组全从头跟到尾。第2组抛开刚刚的交接的时候的一些问题，我觉得第2组是最严密的，就是2个人无论是配合还是各自内容呈现上都是非常非常严密的。最严密的这个评价，严密在直播里是个好评价啊 ！Yes， 天平开始往我们这倾斜了啊！真的，就你要让我现在选员工的话，这俩可以上班。绝对。我觉得我现场感受啊，只是我的感受，不是事实。是硬撑。我感觉是，但硬撑能够撑得这么好，我觉得挺厉害。那个硬撑绝对是给彭真加了分的。好，组织投票吧。
给了谁？给了谁？我们完全从心而选，好不好？那我选庞真和张诗雯组。你还是觉得他们？因为他并没有说啊这个时间不够了，或者说这2分钟我就跑了，他还是硬撑，把这15分钟给撑完了。哇，一票了，一票。第一组总体完成度也是可以的，这几个展位选择，包括每个地方有什么东西都介绍到了，不会像有些人的那种松弛跟逆胆，我是演出来的。子泰不是的，我觉得他就是这个样子。直播这一趴真的加分，对，这么优秀。其实我说实话，最出乎我意料的是第4组，我觉得他俩可看性比较强，讨喜，对观众缘。就我甚至觉得他们是故意的，就是故意给我们3个出难题。本来我们看的前45分钟觉得这个评比应该是最简单的一次，居然就在第46分钟给我们来了这么一下，就没悬念了，完全是在整蛊我们3个。就没苦硬吃，你知道吗？就没苦硬吃，一定要造出点什么事故和意外。可能导播、编辑里面都在骂。我的天哪，我们这简直了！好激烈，又在争辩，又在争辩。别争了，别争了，别争了，给个痛快，给个痛快。我真的不想苟活，给我一刀痛快的吧，我求求了。你看，玉哥也要痛快，玉哥也要痛快，我也要个痛快。该没招了，看似情绪稳定，实则没招了。又是煎熬的等待。好，同学们准备收邮件。来了来了，我叫一下，快！啊，来了，又发邮件了。我马上要把那个账号注销了，真的受不了了，你不要给我公布成绩了，我觉得。总要面对的。哎呦，哎呦。发了吗？没有，为什么每次都要用发邮件的方式公布啊？我会吓死。我不想经历这种。天天看那个保研文件的感觉。我们还在等待，是不是？我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干别的事情。哦，来了，朋友们。好了，你们可以查一下自己的邮件。我也不想看。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那个人。看谁先出声。哎。可以，必须的，必须的。好，你们坚持的好。等一下，你不是坚持选第4组的吗？你怎么加入我们机长了？我这有点恍惚了。我最后我这个人听劝呀，听劝。太棒了！等会儿听一下复盘。那我选庞真和张诗雯组。再怎么说，第2组有一个时长安排的硬伤，但是也还不构成重大差错。我觉得这个是由经验不足造成的。我基本同意陈老师的观点。第2组，反正就是除了结尾，剩下几乎没有什么可值得挑剔和指摘的地方。最核心的，它不是事故。那这轮考核优胜者就是第2组。诗雯太棒了，庞真太棒了，太棒了，庞真。庞真没失败过。还内耗吗？还内耗吗？啊，
还内耗吗？这么疼内耗，没事，谢谢我的解宝。因为我感觉上次你在第2个课题的时候，你展现出来的那种领导力，还有我跟雨佳也聊，说你可以快速的把一个框架理得很清楚。我感觉这个能力我非常的心向往之，想来学习一下。领导力和逻辑思维。唐征真的是 offer 的有力竞争者，绝对的，唐征已经能发起极有力的冲刺，各个方面都特别的好，对，真的。科班出身，专业基础，对，但是还有真实的一线的经历3年，然后又有领导力，但又有亲和力，这2个很难结合在一起，这个太难了。他负担可重了。我现在每次都给自己上最大压力。谢谢宝宝，完全是被你带飞了。你可千万别说这种话，团队合作是我们2个人一起完成的。所以现在还有3个0分，3个0分。这个东西心情好一点。谢谢，没事。算了吧，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就接受就好了，下个课题再努力呗，没事的。你们如果想要跟老师来复盘，可以来找我们，走吧，随时都可以，好吗？其实对你们每一个组，我们都有很多话要说。找那个老师，找白雪雪老师。所以我现在觉得你的0位更伤感了。是肯定的，就是你要表现的不好，0分也就0分了。今天其实表现的还不错的，对吧？今天真不错。然后结果还是0分。对。薇薇，不知道说啥呢？去找哪个老师？去不去？我先看看我们的那个回放吧，咱俩都不知道咱俩啥情况，总是自我感觉良好，但实际上就结果很差，为啥？真不差，真不差，真的不差。没有，谁说结果很差？我真的就很好。结果就是很差啊！这结果还不差。不差，我觉得我们表现得很好。没事儿，但是我很开心这次跟你搭档。他这搞得人好难受，老是很想哭，不知道为啥。哎呀，你别不是，就搞得人很拿不起放不下的感觉。哦，林伟真的很棒啦。没关系，我觉得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有他的安排。魏魏，哎呀，你今天那么多老总安排的，对，恰到好处。其实我从小到大都特别热爱播音主持，然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这可能是我离自己梦想最近的一次机会。如果成为一个实习生的话，我会非常坚决地进行辞职。哎呀，你看他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对，眼里都有光。欢迎大家来到蔚蓝客厅，我是主持人梁小慧。大家其实都很想要努力去寻找到您说的这种热爱又为之沉迷的工作。访谈组整体明显弱于新闻播报组的情况。我们或许可以使用义乌调研。我们的这个话题是一个长效性的热点话题，它始终具有一个比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太想赢了！你好，你好，我是这边想了解一下，您今天是有去展馆吗 ？Hello， 是梁总，好久不见。您觉得哪个展区的可看性啊，包括在……累不累？累，但没有到最累。
因为我之前也了解过，你们更多是在做 to B 端，对不对？公布的那一个宣传片《山猫》里的是同一款。Hi, excuse me。Hi。现在的我是27岁，我今天走进这里代表的是17岁。我现在坐在艺考的考场上，去完成我可能17岁当时想完成的那场考试。真是挺受挫的。主要是这个组合里面操心的和付出的比较多，所以才会更加的有点。第一组非常好，非常好。他一定是超出了我们原本的预期的，因为这工作还挺难的。绝对，他调动了这么多自己的各方面的资源。那也别哭了，没关系的。我都好多年没有这么强的竞争感，就是我不想竞争，我真的很讨厌。我从小到大都不是一个愿意当第一的人，我觉得我就做我自己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跟别人比呀？但是他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你如果不跟别人比，你就得走。你走，你就要放弃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啊！我想做的事情是我用了很大的代价换的，我感觉还挺难的。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为什么离开这间屋子就做不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呢？说得好啊，能够交流的平台很多的，你怎么知道你未来的人生不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不能当做评判标准的。子泰特会安慰人，对，给优秀大家能看得到，真的，我觉得我是一个直觉非常准的人，而且我看人也很准，我觉得我自认为啊。但是你选那一张是我，子泰笑了，子泰啊，你真诚点啊，子泰，诗文会看到这一段的啊，子泰。但是你选那一张是我，没有，我选的是你，我选的是你，真的，我自认为我是一个直觉跟眼光都很准的人。有的时候我看到一群人当中，尤其是看主持人，我觉得谁能坐上这个主播台，谁会被淘汰，可能一打眼看过去，我就能猜个大概。真的吗？真的。那我是你是那种行的，真的。一个0分对另外一个0分说，我觉得你行。太扎心了。哎，我觉得子泰有一种那个置身事外的感觉，对，你知道吗？他就好像没有沉浸在这小阶段的输赢里。是，他其实是觉得其实我可以接受输，对，但赢的话是意外之喜。对，他辽阔，所以每个姐姐在他面前一开始都会哭，因为信任卸下心防，但一定会有破涕为笑的那一刻，就他有这种本事。哎呀，子泰可以的，他这个心态真的好。我谢谢你。别哭了。你自己感觉怎么样？我们感觉最大的问题，也是我一下来就感觉到的问题，就是两个人的合作不好。你们都没有合作啊？确实，就是你们一个在前方出镜，一个在后方去协调下一个场馆，这就是很容易想到的一种配合嘛。然后我也很好奇，为什么雨佳一个人在前面体验那么多，你一定不能露出在前面呢？可能我有点怯吧，有点胆怯，我怕没有那么夸张的表现力，或者说。那不需要呀，那他有夸张的表现力，他可以做一个体验者，你可以做个提问者啊。对。你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前面搞那么辛苦的事儿，对吧？核心的问题不在于不夸张，特别想帮玉哥舒展那个眉头。还有雨佳，其实我感觉你说话可以不要那么着急，你可以稍微慢一点，语速太快，有时候就是嘴跑在脑子前头了。就我性子本来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急的人，他们两个也是急与急了，极端。对，
我觉得你可以有意识的稍微去改变一下这件事儿。那天我们在大会议室做第2个课题结束的时候，每次我们提问，你们组你几乎都是第一个想要回答的。那你们呢？我们重点更放在了我们整体的跟嘉宾的互动里面。为什么要就是设计出这样一个互动环节？明白。要不我先说一下啊，就你感觉一直属于一个好学生要抢答的状态，你可以去试一试，不要做那么着急的第一个说话的人。可以稍微试一下，不着急，好，不要那么迫切的要去表达，因为可以想好了再说。我真的觉得这个节目对于他们这些还没毕业的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和机会。对，贴身大师课。然后其他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再去复盘了，现在已经快8点了，我觉得你们俩应该放松休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咱俩去，我们俩去复盘去。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等一下，我挡着出去。你们就别不舒服了，别难受了，别去纠结细节了。我不难受了，我就真是泪点低。没事，你到任何一个地方悄悄的再去哭一下吧，可以释放一下压力。我能够理解，就这1个小时能扛下来，其实是真的挺辛苦的。我每次直播完了都会有这种瘫倒的感觉，更何况是一次完全陌生的体验，对吧？对，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啊，我真的要疯了！哎，不行，我得去哭一会儿。我得去哭一会儿。行，我跟你一起去吗？那我们一起去。太搞笑了。这性情真实直率，来得快走得快。他们俩需要好好沟通一下，把话说开。我觉得现在已经有点不知道咋做，怎么办？我感觉就是这几个课题做完，我很害怕一件事情，就是我会害怕我会变成一个就是很畏手畏脚的人。我现在已经不敢做课题了，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做什么课题，我提出的点子和方向和内容好像都不对。哎呦我天哪！开始自我否定了。就我在想，如果这个时候我也能哭就好了。为啥？你为啥哭？第2章，再哭3章。好搞笑！什么叫追人？我都不开了，我从活泼开朗要变得有点阴谋了。哎呦，怎么办？
你别笑了，我看到你在偷偷笑。没有，我觉得你还能哭得出来。其实你说难过也就还好，但是就是想哭一下。哎呦，就是有一点儿。等一下，缓一会儿。那真的好沮丧。那我现在感受下来，做课题最重要的是思路，就是只要你思路理清楚，你不管是单人展示，还是双人合作，还是团队协作，你就不会出大错。只是说你的这个分是高一点低一点，它不会说从90变成50个9。真的，如果说今天4组是按1、2、3、4来排名的话，你们不是1，但最起码在我心里是2，我是可以这样跟你们讲的。这个其实对林蔚是一个特别好的鼓其实劲。对他们两个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感觉。所以你们做表现还是很不错的。谢谢老师。好，谢谢老师。没事，我们加油，加油！谢谢老师，相信你们自己啊。走吧，回家吧。结束了。哎呀，真的是每一次这种结果都会。对，我觉得聊聊林蔚的部分，我们先交给志胜好。就是当你看到刚才林蔚整体的表现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我觉得首先林蔚今天的表现，我觉得是非常超出大家的预期的，也是确实是非常优秀的。之前前2轮的时候还是替他担心的，因为其实一直没找到他舒适的一个状态，他能展示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一次至少他作为主持人的那些很重要的一些素养都展示出来了，与人亲和的交流呀，包括一些专业的话语呀，然后节奏呀啥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展示出来了。所以我这一次虽然他们没拿第1，但我还是挺替他高兴的。明白，他真的是做到了很多东西。但是不管是林蔚还是后来雨佳，其实他们的眼泪背后都是一种情感的折射，对，就是不自信、沮丧。对，尤其像雨佳刚才说，她怀疑自己到底在课题当中自己的那种嗅觉是不是值得珍视。但问题是，它不是课题啊，它是一场竞赛。学生和进入职场，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大的差别。叫学生的排名次，的确全班50个人可以从第1名排到第50名，对吧？是。所以你可能在10来名你就挺开心的，对吧？但是职场上有很多的竞争，的确就是 yes or no，就这个 offer 发给谁，是的，得奖了只有最好的那一个。残酷就残酷在这儿。对，升职或者不升职，给你这个机会或者不给你这个机会，所以不能因为说我们没有得到那个奖，我没有拿到那个 offer， 我就对自己全盘否定到我不敢再做了。但职场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其实有很多次尝试的可能性。就这里没有，你再试试别的嘛。它不像说高考，你就考1次，就决定了你去哪个学校，要不然你就得复读。所以学生的世界里有面对学生的竞争残酷的地方，但职场有它另外一种残酷，就各自不同的适应而已。但我们其实加油团里，其实除了俊林现在还在读，大家都在职场中待了很多年的时间。在你们真实的职场经历当中，有没有过自我怀疑的时刻？我们是怎么度过来的？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给到我们实习生小伙伴们？那可能就是长时间没有接到戏拍的时候。多长算长？对你来说？有大半年。其实不是说2个戏空的时间很久，那时候也是刚出道没多久。然后见了很多组，但是就没有后文，就没有再给你回话，哪怕不用你，他也没有再给你说，他就消失了，悄无声息就对。而且这不是个别的几个戏，它是当时的一个常态。我当时也是，我不想去见组了，不想试戏了。我每天见了戏的内容差不多，试的人甚至都高度重复。其实当时也挺难坚持的。所以你看，在真实场景里面，连那个跟你说，其实在我的心目当中，你至少是第2名，这个人都是不存在的。是的。0分就是0分，没有人跟你解释。
我觉得可能就是当自己做的事儿和自己的预期没有达到的时候，会去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到达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之后，就说我是觉得可能是我自己给自己定的那一步子太大了，我可以放慢一点。我觉得我对自己的评价就是我把我自己放在一个最低的状态。首先是我可能确实不如有些很厉害的人可以到达顶峰，但是我想看看我到底能走到哪儿，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目标。所以我是觉得人是可以调节自己的，你也有一个自己的规则。其实你可以很灵活的，就是稍微调动一下这个规则的松紧度。如果你现在觉得过得太安逸的时候，适当把那个发条可以调紧一点；如果你觉得自己特别紧绷的时候，适当把那个发条调松一点。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自我控制的。这个是人生智慧啊！期待值管理，不是说管理别人的期待值，也要管理自己的期待值。对。想要压力，想速度快，就紧一紧自己；那压力大就松一松。是。哎，这一段应该真的给刚才哭泣的2位，这个比子泰刚才的那个，你真的是特别好的那个，更有可操作性，这个很棒。是，那其实刚才我们看了2位的哭泣和2位的眼泪，但是最开心的事情是，哭泣都不会持续太长，身边一定会有一个温暖的人，一句温暖的话，破题为笑，然后迎来下一步走向课题挑战的这种时刻。那最后时刻，还是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加油团的各位，送给我们。又推理成功了，你们干得漂亮！哎呀，干得漂亮！一起来，全老师，要不是你说服我，我还选4号呢。我得认真说，我这个投给王永健也是全林老师说服的，这个我也是全林老师，货真价实，全林老师说服的。但子琪确实不应该这么开心。子琪他也没有很开心，他的波峰波谷的挨着的，这情绪太稳定了。接下来，让我们请百事酷宝为我们点亮本季第3个渴望灯牌。辛苦酷宝，来3、2、1，请亮灯。3战3捷，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在本期过程当中，8位实习生是一个不可思议完成的对于实习生而言的挑战，因为台前幕后采编播导一体化，要全方位的展现自己的完整实力，他们做到了。刚才最后戴教老师也提到了，赶紧回去好好睡一觉，卸个妆，什么都不要想，因为明天除了日出，还有新的课题如约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明天他们会受到怎样的挑战？拭目以待。下期见，拜拜，拜拜。我们今天办公室来了一位新的实习生，刘佳宁同学。走进来有一种助教导师的气质，气场强大。我以全国女生第1的成绩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获得了安徽省我是主持人大赛的全国冠军。这履历太光彩。诵读中国的1等奖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新闻主播季的全国36强。哇！主持人大赛参加的人大致就是这一群实习生的老师。是佳宁吗？我们2个算半个同事，真的很优秀。完蛋了，离开了先。下面我们就发布课题4，多类型节目考核，给大家准备了4档节目，每档节目呢，我们会选择1名优胜者。踢馆实习生佳宁，只有获得了该组的第1留下。如果佳宁留下，我们将从其他的实习生当中选择1位结束实习生活。要么佳宁留，要么走1位0分。今天北京降雨持续，部分地区仍有暴雨。西哥，你跑到这边来，关提词器。啊，片子还有10秒钟啊，在提词器里面找，往上走。提词器是极不好找的。哦，这天哪！啊，嘉宾来了吗？陈律是我们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5季的带教导师。陈律来了。这是一个外景节目。想一想，我能利用环境，利用外景。什么特点？受台风除夕草的影响，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了台风黄色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要不找一个坐下来的地方可以，我觉得可以。那我往常来这边其实都是天气很好的时候，拍照的摄影师啊都非常多，可以理解为他就是颜色比较快。你们不接受拍摄是不是？对，它上面都有贴。不好意思，我们这里不可以录这个。
没关系，没关系，那我们就下一家吧。差点很不顺利呀，以泪洗面了。我确实其实每一步都就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子走下去。我除了上学之外的所有的时间，我能接多少能买多少，全部就给他排满。我要赚这个钱。稍等一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可这就是人生啊，谁帮你写的剧本你也不知道，但是你只能翻到哪一页，就按照这个剧本走下去。庞征啊，我能想象到在一次次可能崩溃中，一点点再把自己拼起来。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华为全新旗舰平板电脑 MatePad Pro 5G 强光炫光，轻松大手笔。你想成为怎样的人？在追逐的梦怎样成真？你带着对未来的上微博搜索令人心动的 offer， 最终节目资讯等你解锁。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话题讨论，选出你看好的主持新生，见证最终 offer 的诞生。上微博带话题令人心动的 offer， 分享出面篇名场面。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令人心动的 offer， 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看百度热搜 ，get 更多热点内容。独家中文百科合作伙伴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令人心动的 offer， 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知乎搜令人心动的 offer， 解锁更多精彩讨论。上前程无忧51兆，收获心动的 offer。感谢丽丽城传媒。如果你对内容行业感兴趣，欢迎在腾讯校招官网 join.qq.com 投递峨眉派专项，等你来实习。令人心动的 offer 尽在腾讯校招，等你来拿。每周3、周4 12点 SVIP 更新，19点 VIP 更新，会员抢先看一周。周5 12点 SVIP 抢先看加更版，19点 VIP 会员专享，看更多精彩内容。周6 12点 SVIP 抢先看衍生，陪你看 offer，19点 VIP 会员专享。